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大叔，今天给大家带来世家土星的名作《龙之力量》。开场有8个王国可以选择，咱们就选择东南方的了，因为东南方是主人公微阴的国家。这个女神看起来非常像梦幻模拟战的那个女神啊。开头的剧情给大家略过了。游戏由2部分组成，一是内政，这里是勋章授予，可以提高武将的带兵的数量。这里呢是授予武器，还有各种道具。武将会见最重要的就是会见这些俘虏，可以登用他们。看一下武将的情报，包括你的攻防各种数值。咱们现在一共5个武将。探索的话呢，可以发现一些道具，甚至发现新的武将。这个游戏的游戏方式，大家可能非常容易想起《三国群英传》啊。事实上，本作是《三国群英传》诞生之前的2年就已经推出了，96年。筑城咱们先不筑了，看一下势力地图。地图上现在一共有8个国家，还有一些其他势力，但这个8个国家是最主要的，跟游戏的剧情息息相关的。好，来到了战斗界面。那战斗界面呢是一个计时制的。我先派出2队人来，然后去打架，给大家看一下战斗系统。头上带省略号的这种一般是有剧情的。我这个城有2个人，派出厉害这个吧。好，这有个空城把它占了。那灰色的旗帜一般都是一些盗贼啊这种势力。跟大家说一下剧情吧。剧情就是众神创造了一片叫做雷恩德拉的大陆，当然了，这个译音可能音译不是很准确，也有叫雷京德拉的，差不多。啊，这里遭遇了敌人。这是剧情了，这2个小盗贼能够收。然后战斗系统呢和《三国群英传》差不多的。创造了这片大陆之后，众神就离开了。这个时刻呢，就被邪神马特鲁入侵了。入侵之后，星之龙打倒了邪神马特鲁，但是呢，自己力量不够，所以说只能把马特鲁封印了。大家听啊，封印，非常不靠谱，对吧？好像游戏当中的封印没有不被打破的。对面呢是10个兵，我这边是20个。那武将可以选择各种阵型，不同阵型呢有各种不同的指令，并且呢最重要的啊，武将技，武将技绝对是这个游戏系统的精华之一。我有5点 MP， 大家注意现在这个武将技啊，眼不眼熟？玩过《三国群英传》的小伙伴啊，你可以大声说出这招的名字。对面剩8个兵了。那对面这个武将现在是没有武将技的，他是一个算是个剧情人物吧，但是他现在呢级别太低了，1级，没有武将技。那我的兵过去17个应该能把他砍倒。咱们继续来说剧情。星之龙封印了马特鲁之后，自己的力量分成了8份，被所谓的星之8剑士继承了。那大陆上现在带颜色的这8个国家就是星之8剑士的传人。咱们的目的呢就是打倒这些国家，然后呢收集齐星之8剑士，之后再去打倒邪神。剧情还是比较多的。那当然了，游戏的最核心的部分就是这个战斗部分。武将的级别越高，法力也就越多，会的技能也就更狠。包括了剑界、魔法、封印界，还有各种 buff 等等。所以说游戏的系统真的是比较值得详细的去研究的。直接全军突击了，因为这2个家伙呢，他是剧情加入的，我来其实就是为了收他们。来一发。武将除了这种，他扔出了一个毒匕首，这个匕首是一个控制技，它呢不伤血，
但是可以打倒小兵。另外呢，它击中你的武将之后，你的武将的力量槽就会后退半格左右。这个盗贼的眼睛，我详细看一下。哦，都是红色的，我以为是一瞳呢。再给他一下。血红了。如果咱们的兵被砍没了呢，就会进入一个单挑的状态。另外，战场上如果说得对方失败，也会进入一个单挑的状态。这个城我占了呢，他正好跑向那儿了，咱们在那儿把他打倒，就能收他俩。哦，上面这个城里4个人，外边的兵团有3个人。外边的兵团应该是闪光骑士团吧？闪光骑士团也是可以收的。我这个家伙是一个骑兵，应该是带的兵种是骑兵，兵种是可以换的。如果你找到了其他兵种的转职道具的话，是可以换的。然后呢，你在你的内政界面可以选择给武将的不同兵种提升带兵的上限，并且战斗之前是可以切换的。你派出兵团之前，你可以切换他的兵种。现在咱们是初期，基本上大家的武将技都是这玩意儿。好，打倒了，这样他就加入了。抓住了。那武将战败之后，他是有几种情况的。他呢，有的时候就战死了，有的时候呢是受伤，有的时候是被抓，这都不一样。那一般来说，有剧情的人物一般都是受伤，重要的剧情人物都是受伤。普通的大众脸有很大的几率就挂掉了，也有可能被抓。我去把这个城打下来，因为这个城呢对面只有1个人，然后左边那个城是5个，所以说咱们如果想发展势力的话，主要的方向西方和北方都有比较强力的敌人，需要在咱们现有的范围之内来积攒力量。这是个盗贼团了，应该是。他有10个兵，我有8个。交涉的话呢，一般就会进入单挑了。那对面不是单挑，对面是带兵的。你交涉失败，你只身前往就是个单挑的局面。那我方人物的战斗失败、被抓、受伤，后面也会给大家演示的。好，咱们的法力呢也不够1个武将技的，然后这里就利用咱们的主人公多砍他几个兵后面的同伴再上来收了这场战斗就完事儿了。但要注意点血量控制因为他毕竟是有 MP 槽的。血量1/3的时候，或者他剩1个兵了，咱们就撤，因为兵都没有了，自动进入单挑。可以了，撤退。好，这里也是有兵种相克的，那骑兵就克步兵。其实克的还是死死的，这个骑兵打步兵真的一打一面非常快。然后这个游戏你看，现在咱们有带20个兵的，有带10个兵的，那最大数是100，就是左面双方都是100人同屏最大200个人，202个。哇，这家伙防御力挺高看他这一个骑兵可以打多少步兵？出手比步兵要快。可以了，一起讨。
单挑呢就是你一剑我一剑，这个不能放武将技了，但是呢武力高的同伴啊，他有可能会出连续攻击。好，砍倒。这样给抓起来了。那抓起来的武将带进城之后，在下一次的内政阶段，你就可以进行说等。可以了，咱们从2个城现在来到了4个城。那再发展势力的话，就要向北发展或者向西发展，都比较困难。西边是城里有5个敌人，北边呢城里4个，城外3个。北边这个需要分2次打了，先把城外的闪光骑士团清掉，然后再打城里。右上角的沙漏里边的沙子漏光，那这一回合就结束了。其他的势力呢也在攻城略地，能看见每个势力的背景呢都不太一样。沙子快漏光了，这回合要结束了。行了，剧情这2个小盗贼就加入了。那这个盗贼团呢，他也是被逼无奈才当了盗贼的。游戏的剧情确实是多，那下一回合咱们主要目标就是收闪光骑士团那2位去。这是主人公的不同的兵种，你可以在每次战功得到的勋章，然后给他，给了之后呢，就可以提升你的最大带兵数。最大带兵数和你的等级，不太挂钩。好，把这家伙说的一下。探索。那每次你的武将损失的兵力需要补充，补充呢是在战斗界面进行补充的。找到了一个僧兵的徽章，这可以增加武将带兵的类型。好，咱们现在还有6个徽章，你可以选择任意的给谁，给他的哪个兵种。像这新加入的女盗贼，4个。现在他就可以带50个兵了。回合结束，我积攒一下力量，争取把闪光骑士团那2个打完。有人打我，看他出来人了。这些人带兵都是0。这个家伙留着守城。我把兵力集中一下，然后往北去打上边的这个势力了。分2次打，第一次呢把他城外的军团打完，然后撤回来。可以。补充一下兵，预备的兵士呢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自动补充的，这个和你的城市规模有关，包括预备兵的最大数量。那筑城就是提高城市的等级的。人物里边的力量如果是黄色的，那就说明呢它是有道具加成的，各种武器等等。好，这2场战斗呢同时进行，因为游戏毕竟是一个计时制的。进入到战斗之后是回合制了。那个绿色的兵真惨啊，2边被人堵。好，有人打我，交涉一下。我为什么要交涉呢？就是拼一下运气吧。没成功，因为咱们这个人确实是0，
带兵数是0，这样你去交涉也没什么损失。万一他加入了呢？对吧？而且呢，对面这个武将像是一个大众脸，所以说能力方面肯定有所欠缺。只带了10个兵呢，和咱们这个人物旗鼓相当吧。如果咱们挂了呢，就正好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城池被攻下来的情况。但是我感觉他俩差不多吧，应该会拼到最后。兵多的话，魔武将血还是比较好用，但是他只有10个人。好，单挑。他的这个皮肤也是一个大众脸的皮肤。啊，连续攻击，又一个连续攻击，我的天！好，对面连续攻击。但对面武力真是不行啊！我是大概2/3血来跟他打的，他也没打过。那抓住他了。好，这回看一下咱们北侧的重要战场吧。这个战场呢，咱们出去4个人5个人，需要把城外的这个3人军团打败。哦，一看有这种对话的。好，对面看起来呢是2个重要角色，还有一个大众脸，这家伙就是大众脸了。那打倒他呢，他应该就挂了，很大几率就挂掉了。我是5个人，那肯定能打完了。这里呢就给大家演示一下我方的角色被击败、受伤还有被俘虏的情况。受伤被俘虏都没关系了，因为我如果把对方的这个军团消灭，这个俘虏自动就放回来。好，给大家演示一下以静制动。全军待机呢，对付对方这种直冲猛打非常的好用啊，给大家看一下吧。那对面现在是20个兵，放了个武将技，还剩16个。这16个你看一下他能打我几个士兵啊？我这些士兵都是站地不动的。啊，又有一发武将技了，可以了，他没有兵了。看他16个卡了我7个人。哎，他要不要放超杀呀？我已经给他一个非常好的放超杀的位置了啊！因为这里如果对面是有 MP 的，而且是这种一般剑士，那咱们最好呢用全军前进，而不要用全军突击。因为全军突击呢，你的士兵比较接近中线，被一个武将技打过来会损伤比较多。这都是游戏的一些小技巧吧。哈哈。我的兵拼没了，那他也没血了。哦，这个货战死了，看，对面还有2个，这2个呢打倒都是能抓住并加入的啊，也是剧情加入。还让他上吧，让他上啊，因为这个角色呢是咱们王国一个剧情角色吧。啊，有他的话，我的天，对面是20个骑兵，那他如果战败了就是受伤。20个骑兵，你看他的选择就非常的正确。我有一发武将技，这样他使用的是全军前进。啊，被骑兵包围了，1刀1个，我要打10个。好吧，对面是20个一共。哎呦，这个角色，哦，咱们应该赢不了。他是没有武将技吗？怎么不放啊？
真是勇啊！差点呢1v2，而且是在没有兵的情况下。好，对面也会连续攻击，那我应该是没了。他出的几率高的话，我应该是没了。差一点了。哎，砍得太快了！你看啊，这5刀砍得太快了，他稍微慢一点也能砍中啊。后面有的刀浪费了，那差一点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就是快，它不一定是好事儿，对吧？他剩一点点血了吧？我这个人物现在没有武将技啊，只能靠士兵摸他一下，把他打倒。勾引一下，我看他到底会不会有武将技啊？刚才上一局没有放。我这回兵都在中间，他如果有的话，应该能放了吧？这个放了非常划算呢。好，挂了也没放。战斗的时候，这个视角呢是可以自己调整的，自己前进啊、后退啊、放大、缩小都可以。对面的主将。那刚刚咱们有个角色受伤了，这回呢，咱们试验有个角色呢被抓。我的天，30个骑兵，这个狠啊，这个真的狠。那我是无论如何也打不过的。等吧，咱们9个兵，对面30个骑兵，你看9个兵都挂了呢，对面骑兵挂几个？这9个哦啊，他还来了一记武将技，这我9个兵都没有了，剩6个。看一下，咱们武将技栏是空白的。行了，和这些骑兵单挑吧。打倒了呢，就是被抓。我的天，哎，不错，不错啊，其实不错，把他的武将技呢废光了。好，被抓了。那咱们把对面的团长打倒，这样呢会被又放回来啊。他是骑兵，咱们派出主人公吧。我方也有个骑兵来了，但是来主人公吧。虽然被克，但是咱们的兵力碾压他呀。全体待机。我点错了，我点错了啊！反省啊！我想守株待兔来着。好，放一个。看2波兵冲过来，错过了。其实错过了呢更好，这样咱们可以用武将来消耗他的兵力，不然咱们的步兵呢会损失太多。行，咱们还剩13个，我还有一发武将技，应该没什么问题啊，拿下。其实现在阶段啊，咱们只是积攒力量。那游戏当中，如果你把其他的兴隆八剑士的收了，那你的实力就大增了。他跑了，一个兴隆八剑士甚至可以当做是军团长来使用了，对吧？好了，都抓住了。他这是剧情啊，其实是剧情。他跑了的话呢，就跑了，但是这里就被抓了，剧情被抓。咱们很多武将升级了，参与战斗的啊，这里不能进城，不能进城啊，咱们受到了不小的损伤，这样退回城里。退回来的过程给大家省略了啊。
好，闪光骑士团加入。这款游戏之前也提到了，是1996年在世嘉的土星平台推出的。那后来呢，移植到了索尼的 PI2 平台，是一个复刻版，两个版本都差不多。我现在使用的就是一个复刻版。那现在也有汉化组进行汉化，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款游戏推出时间呢比《三国群英传》要早了2年，但《三国群英传》呢把这个游戏方式、游戏的形式，用三国的载体非常好的进行了本土化。据说8代要快出了吧？咱们又有一些徽章了，随便赏了，对吧？这是新加入的，这个家伙我感觉可以作为一个方面军的这个总帅来使用了，看这头像就不是一般人物，对吧？那好吧，那这样一款 PI2 平台的《龙之力量》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游戏呢大概就是这个形式，可能有很多小伙伴会比较感兴趣。现在还有一定的语言障碍，但是它是一款策略游戏语言方面不是非常重要吧。那好，感谢大家收看，咱们下个游戏再见。